כל עוד האויב מאיים על קיומנו ועל שלום מדינתנו, נוסיף להילחם. כל עוד חטופינו בעזה, נוסיף להילחם. לא נוותר על אף אחד ואחת מהם. אני לא אוותר. כל עוד אזרחינו לא שבו לבתיהם בבטחה, נוסיף להילחם. 以色列国防军从6号开始还举办为期1周的展览，展品包括哈马斯自去年10月7号潜入以色列境内时使用的皮卡、摩托车、拖拉机、制服和情报材料，以及哈马斯的反坦克导弹、火箭弹、爆炸装置和无人机等装备。It helps the IDF prepare for battle better and learn and study our enemies better. What we put here together is a display of what Hamas used, but this is just a fracture of it. 以色列国防军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方已经缴获7万件敌方装备，其中包括约1250枚反坦克导弹和火箭弹，约4500个爆炸装置等。当地时间7号抵达黎巴嫩，与黎看守政府总理和黎国民议会议长等人举行会谈。萨法迪当天警告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开始并蔓延至黎巴嫩的升级行动，正在将中东地区推向全面战争的深渊。الآن في مواجهة كارثة حقيقية ما تقوم به إسرائيل كما قلت لن يحقق أمنا ولا سلاما سيدفع باتجاه تصعيد إقليمي سيدفع العالم كله ثمنا. 萨法迪重申，约旦致力于实现停火，并向黎巴嫩提供援助。他还谴责以色列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萨法迪还表示，约旦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战场，强调保护其公民是约旦的首要任务。黎巴嫩方面则对约旦的坚定支持表示感谢。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9月底前往黎巴嫩，随后在本月3号，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失联。当地时间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了失联传言。圣城旅负责协调事务的副指挥官透露，卡尼健康状况良好，目前正在忙于他的活动。另据报道，在7号举行的声援巴勒斯坦少年儿童的活动上，主持人代替卡尼宣读了致辞，并称卡尼因参加另一个重要会议而未能出席本次活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经济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火热，消费场景上新，电影票房破21亿元人民币。国际舆论也对中国国庆黄金周进行了大量报道。交通运输部初步统计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约为20.08亿人次，日均同比增长4.1%。仅7号返程高峰当天，全国铁路客流就超过1986万人次，铁路部门开行旅客列车超过13000列，单日运力投放创历史新高。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也是一片热闹景象，航站楼内人来人往，值机柜台等处繁忙有序。很顺利，觉得深圳我也很喜欢，在那个大运那块看到了无人机表演。我是从天津回来的，人也比较多，所以说我那一趟班机基本上都坐满了。深圳湾口岸毗邻香港国际机场，不少国庆出境游玩的旅客选择从这里返深。在口岸大厅内，不少旅客拖着行李，背着背包，来往于出入境大厅内。挺顺畅的，也不多。整一个国庆假期就是有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过程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就是有更好的心态去迎接接下来的一些工作还有学习。那在10月5号和6号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休日，出现了一个出境小高峰，单日查验出境人员都超过了14万人次。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截至7号下午5点，国庆期间深圳湾口岸出入境人员约82万人次，出入境车辆约8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约29%和26%。口岸出入境通关始终安全顺畅，秩序井然。另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数据，预计整个国庆假期将超过120万人次赴港旅游。不少访港内地游客表示不虚此行。这次来香港就很明显的发现，就是很多人在路上都讲普通话，这边内地游客是比较多。风景的话，就是现在在的那个金紫荆广场，还有维多利亚港，然后还有摩天轮。待会我们会去摩天轮，然后还有太平山顶。国庆黄金周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安排丰富的庆祝活动。7号晚，香港文化艺术界举行国庆酒会。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文化体育旅游局局長劉震接受了深圳衛視駐港記者的採訪，介紹了過去的這個黃金周。尤其是國慶嗰日係有22萬，我哋預計成個黃金周嗰個旅客嘅數字可以去到120萬嚇。
咁即係比舊年都應該係上升3成。澳門旅遊市場也持續火熱並創下紀錄。據悉，國慶前5天，澳門入境旅客超過79萬人次，2號及3號更連續刷新國慶黃金週單日入境客流量最大值，分別達到16.61萬人次和17.43萬人次。相比之下，澳門人口不到70萬。這個11黃金週出入境遊雙向火爆，境外遊簽證辦理量比去年同期增長7成，入境遊訂單量同比上漲6成。不少旅遊博主發布他們的 vlog， 吸引大量點播。來自瑞典的阿德里亞納和英國威爾士的迪倫發布了中國深度遊計劃，他們將在中國度過好幾週的時間。We're off on a new incredible adventure, and this time we're heading to a country that's been on our bucket list for years, China. Our journey begins in the historic capital of Beijing. Beijing has so much to offer, from the majestic Great Wall that winds across mountain peaks to the Forbidden City with its rich imperial history. But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we'll be hopping on China's high-speed bullet trains, zooming across the country to explore some of its most iconic destinations. We made it to Beijing, China. It's our first time ever in China, and it's very excited. Super exciting, and it was way easier than I anticipated. Actually, 外国游客亲子游也不少，还有不少青少年选择来中国研学，感受中国国庆假日氛围。In the books that I've read about China, it's like very traditional like areas, but like when I got to Beijing, it's a mix of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o it's like a really nice like contrast. 今年电影国庆档也成绩亮眼，首日就狂收近5亿元票房。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4年10月1号至7号，全国电影票房为21.04亿元，观影人次为520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95.87%。广东省以超2.49亿元的档期票房成绩领跑全国，约占全国票房的11.9%，总观影人次和总放映场次都继续稳居全国第一。广州、深圳以6141万元、6060万元的票房成绩，分列今年国庆档城市票房榜第3及第4名。今年国庆期间上映的10部新片，涵盖科幻、战争、喜剧等多种类型，能够满足观众多样化的观影需求。最终，《志愿军存亡之战》、《浴火之路》、《749局》分列2024年国庆档票房榜前3位。3部影片形成了第一梯队，合计贡献了72.1%的档期票房。多家外媒也持续报道中国国庆黄金周热潮。彭博新闻社关注中国人出境游热度高涨，提到国际航班预订数量增加1倍。新加坡联合早报则指出，中国国内游更加火爆，多地热门景点的门票约满售罄，长线游尤为火爆。该报还注意到中国出现奔现旅游的新趋势，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前往县级市和县城旅游，比如浙江安吉、福建平潭等地。印度斯坦时报注意到，黑神话悟空带火了现实取景地的旅游热潮，一些冷门的地方受到关注，显示中国旅游业正在强势反弹。